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0.27，收盘价是243.8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5.27，最低价是在239.27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31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，快线上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反弹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收盘价不过前高，也就是没有确认这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同时呢，成交量是略有量缩。那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股价日后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。但是呢，只要股价不跌破237，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一旦出现回档不跌破它，依然会有继续上行的可能。当然，我们说日后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收盘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，我们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在245，一个是在248，当然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38附近。实际在12月8日收盘价是在243.84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的点位，也就是上涨的点位245啊，这个点位是相接近，但是呢，它们有本质不同。我们预测收盘价会在245，它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也就是确认股价将会变盘向上，而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上涨呢，它并没有站上前高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如果当日成交量又是量缩，如果股价出现低开低走呢，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2月1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下行呢，我们要调整一下目前的目标。现在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多头趋势，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回档，目前股价并没有再站上前高253，而是在12月5日出现了一个高点，然后连续3个交易日都没有站上它，所以这样一来上方就出现了头头低。那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来说，那下方如果变为空头趋势的话，下方还缺少一个底底低。那目前股价如果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将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32附近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这将是我们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股价一旦
跌破这个位置，那将会建立头低底低的空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继续是这个缺口的上沿，是在227附近。我们把它调整一下颜色。实际上，目前这个位置呢，这个缺口呢，它已经成为一个支撑位了。对，包括下方的206这个位置，也就是11月10日这根 K 线最低，这两个目标啊，其实目前已经成为支撑位了。那股价一旦建立空头趋势，它真正的目标是194，所以我们依次来看下行的目标分别是232、227、206和194。好，我们会看到这是下行的目标。当然，我们看股价如果转为空头趋势啊，在到达232之前，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。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上行呢，我们也要调整一下目标，也就是12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47这个位置，将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我们也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啊，股价没有突破它，所以这个位置呢将成为特别关键的一个位置，因为在12月5日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这样一个中绿 K 线。那这是也是一个我们会看到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这是出货的表现。但是出货表现之后呢，在接下来交易日并没有跌破它的最低，而是出现了一个小幅反弹。但是呢，在反弹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量缩。那这样一来呢，股价是很容易上方遇压而出现折返向下的。所以呢，上方12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47将会成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站上它将会瓦解这个也就是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它现在是第一个目标。当然，那第二个目标就是253，我们再把它颜色变换一下。好，我们依次向上说，第3个目标是269，第4个目标就是279。那实际上我们说，股价一旦能够站上253之后，也就是站上这个位置，如果能够继续自10月3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那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269和279，也就是真正的目标是这两个。好，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上行，在到达269之前呢，这条趋势线、下行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的焦点将会成为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点位。那我们再来给出12月1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我们依然关注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因为目前啊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既没有向上突破，也没有向下跌破，所以这根蜻蜓线的最高和最低仍然成为重要的标志。尤其在目前一个多头的趋势下，我们要关注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在237。那在12月11日盘中，股价只要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实际上也就在20均线值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依然会继续上行。但是如果在盘中股价是在237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很容易收低，甚至是跌破232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37的理由。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周 K 线图，在上一周生成的这根 K 线，也是一个含上下影线的一个我们说叫
应该叫中绿 K 线。好，那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下方在5均值遇支撑，然后收盘价站上了20均值。唯一不足的呢是下方的成交量缩。那收盘价虽然是站上20均值，但是没有站上前高，成交量缩。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依然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小心，目前在周 K 线图当中，股价会出现回档。我们调出辅助线来回顾一下，前一次我们对于周 K 线图的解读。那在之前我们说对12月4日当周股价上行运行有可能会收盘在260附近，这是它的目标。下方呢是到215这个位置。中间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天剑线的最低是在232附近。对，那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依然是在这根天剑线的最高和最低之间，它并没有向上突破，也没有向下跌破，所以说呢，并没有确认反转向下，但是也没有确认会继续上涨。所以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是价涨量缩，收盘不过前高，是容易回档的。那我们再给出12月11日当周周 K 线图的目标价，我们认为上方依然是260，这是它的目标价。好，那么下方呢，我们认为它的目标是在225附近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好的，好，那在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依然是这根天剑线的最低是在232，也就是在下一周即将到来的一个交易周，在周中股价如果能够在232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高，至少是会出现横盘。但是如果在周中股价在232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低，在225甚至更低的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说。我们回到日 K 线图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3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40附近。那最后一次加仓，我们是在11月28日收盘价，这个地方是10%加仓，加到了35%的仓位，然后成本在240。那我们给的止损位呢，一直是在这根绿 K 的最低234和这根绿 K 的最低在232，所以股价呢收盘价都没有在几个交易日都没有跌破它，所以这个仓位仍然是持有的。那到了12月8日收盘价，虽然是反弹，但是呢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对，那么到了12月11日，对于这个仓位，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，我们依然守232，也就是1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因为跌破它将会上方有头低，下方有底低，那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，所以要即刻出场。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好，那这个35%仓位的获利目标呢，我们认为是从240一直到上方的253，这都是我们的获利的目标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对于空头来说，在12月11日开盘之后，即会有空头进入。目前空头我们认为应该会守247这个位置，
对，也就是它不会让股价站上这个位置，一旦站上这个位置呢，股价是很容易到达253的。所以说，从247一直到253呢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他们的目标现在是232和下方的226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和第一个目标是从245到247，第二个目标是253。第三个目标，我们给出的是当日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在260，然后在上方的压力位是269。下方我们再来看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那它们的范围是在240到241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，当然也包括前低这个小绿 K 线的最低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在237附近。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也是在237到238之间，所以这是第二个支撑。第三个支撑是232。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第四个支撑就是下方的22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虽然目前前一根 K 线的收盘价不过前高，成交量缩是有回档的风险的，但是我们在均线的计算上来看，那股价是目前是很容易向上的，也就是第一个预测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，也就是会有多头的力量进入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我们也不排除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2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5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补量的上涨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最高是只能到达242。下方最低会到达23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5附近。对，好，那出现这样的回档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必须是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2的。但是这个可能呢，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点位，如果股价不跌破这个237，也就是到达237，那收盘会收在238附近。我们会在视讯下方的说明当中，把它标注出来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